迈克尔·加怀特，好莱坞史上最硬、最能打的男人之一，凭借一身炉火纯青的中国功夫，成功在好莱坞站住了脚跟。怀特有一套独特的练习方式，这也是他被很多人记住的原因。大家好，我是蛋蛋，今天带大家走进由迈克尔·加怀特主演的暴力美学新标杆《暴力接管》，看看一个戒断工作狂的顶级杀手如何在追杀与救赎中完成灵魂的暴力接管。故事开始于纽约一处灯红酒绿的大道，黑老大阿卡多正思念自己去世的儿子，一通急促的电话骤然打断气氛，手下慌张汇报他的办公室被人装了窃听器。阿卡多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手下一口咬定是敌对帮派的安吉尔所为，因为那婆娘一直在找他们的把柄，想要读通整个纽约的地下世界。但阿卡多却觉得奇怪，事发时所有人都在办公室，那种情况下，要是安吉尔还能将窃听器放进他的办公室，那他们这些人得有多废物。想到这儿，阿卡多突然询问是谁最后离开他的办公室的，却被手下告知是皮特。显然皮特有很大的嫌疑，为了搞清楚真相，阿卡多让手下将皮特抓回来，他得亲口问问皮特是不是他干的。而此时的皮特正在戒除工作狂互助会中向大家诉说自己曾经的过往，完全不知道他已经上了老板的通缉名单。皮特可以说在整个杀手界名声响亮，他太喜欢杀人了，以至于忽略了很多身边的人和事，所以他想借助戒除工作狂互助会早早戒掉自己杀人的喜好，退出杀手行当，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在离开互助会后，皮特来到了唐人街，他很稀罕刘阿婆做的臭豆腐，想来满足一下口腹之欲，结果臭豆腐没吃到，却吃了一闷棍。等他再次醒来时，已身处一个废弃的仓库，眼前的壮汉人称死神，阿卡多最凶悍的手下之一，也是自己的好兄弟。死神奉阿卡多之命来抓皮特，但皮特根本不知道这事儿，还在一旁调皮的开着玩笑。见他还敢如此嚣张，死神也来了火气，质问皮特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兄弟。皮特很疑惑，以为死神发火是因为2年前没去参加他的橄榄球比赛，赶紧向死神承诺以后一定去。可当死神让他交出情报时，皮特就更加疑惑了。 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 And what the entire fuck is going on here? 话音刚落，小弟打开了喷火枪，这下皮特才意识到死神似乎话里有话，但显然已经来不及细思了，他得赶紧摆脱身边这几人的控制，要不然一会儿就得变成烤乳猪。起身的他立刻发问，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死神以为自己说清楚了，身边的手下也这么觉得，所以他们纷纷举起了武器。皮特察觉到了杀气，既然理讲不通，那贫道也略懂些拳脚。But come on, he's one guy. 不愧是杀手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几乎没费多大力气就收拾了这群小卡拉。由于收尾时用力过猛，狠狠地抡在了死神的脑壳上。这导演也太不走心了，太假了有点。看皮特这嫌弃的表情，还问人家疼不疼。死神也够硬，表示这点伤算得了什么。说完捡起地上的喷火枪，拔出匕首，用喷火枪烤热，在皮特一脸震惊中按在了头上的伤口上，瞬间一股烤肉的香味传了出来。You broke rules, asshole. Wai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y support group? You betray family. No, I just talk about needing work-life balanc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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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a snitch! 皮特都懵了，自己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了告密者？死神也没想到两人认识多年，皮特竟然会背叛组织。尽管皮特发誓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背叛组织的事儿，可死神根本不信，认为他在说谎。I'm feeling unsafe to share. 这部今年动作电影的标杆怎么慢慢有了喜剧电影的苗头啊？死神告诉皮特，现在整个组织都在追捕他，他没处可逃了。结果话刚说到一半，死神突然晕了过去。这一切发生的毫无厘头，就跟做梦似的。皮特掏出了死神的手机，拨打了911。Here, big head gash, bloody.
I'd pass out unconscious. 完事后捡起了自己的西装和帽子，转身走出了仓库。不一会儿出现在一间酒吧，客人听到动静一股脑的全都看向了他，包括老板莫拉。皮特以为自己的大门没关好，还专门低头确认了一下。来到吧台前，本想喝一杯压压惊，不料酒却被莫拉收了回去。没错，两人是情侣关系，但这段时间在闹矛盾。皮特一番花言巧语，想要征得莫拉的原谅，但莫拉太了解他了。皮特来这里的本意绝对不是为了道歉，皮特还嘴硬不愿意承认，可他忘了两人矛盾的根源。他太强势了，一直将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一次次忽略了莫拉的感受。莫拉纵然深爱他，也熬不住这样的日子。见莫拉的抱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皮特赶紧转移话题，说这次自己惹毛了他的父亲。He thinks I'm a fucking rat. You Right? don't have it in you. No, I'm not that fucking guy. Wait. What do you mean? And you decided to show up here, knowing my father sent people for you. No, I decided to show up here because I needed someone I could trust. No, you decided to show up because you wanted to use me to get to my dad. 见被拆穿，皮特满脸尴尬，他就知道皮特出现准没好事儿。自己的上一间酒吧就是因为他的光顾而被砸成了一堆废墟，看来今晚也逃不过了。想到这里，莫拉下了逐客令，让所有客人全部离开，准备迎接狂风暴雨。却不知他父亲派来的打手早就已经等在这里了。领头之人名叫奥兰托，也是皮特的老相识，两人一起共事多年。但奥兰托起初并没有提及要抓皮特回去的事儿，反而说起了自己女儿的成人礼。当初他很早之前就邀请了皮特，但成人礼当天皮特还是放了鸽子。他女儿听说皮特叔叔要来，还专门做了头发。尽管皮特说自己当时有任务要处理尸体，但给家人造成的心理创伤是无法修复的。说完，手下纷纷掏出了武器，知道这架肯定躲不过，于是率先发动了攻击。没想到这次莫拉居然站在了他这边，两人相互配合，和这群小卡拉纠缠在一起，瞬间在整个酒吧开始了一场大乱斗。防止自己更多的家具被砸烂，莫拉率先使用武器解决到最后一人。战斗刚结束，奥兰托便唏嘘着站起了身，见莫拉举枪指着自己，便挑衅着说他的破枪里早就没子弹了吧。结果话刚说到一半，一颗子弹就射进了他的大腿，疼得他嗷嗷直叫。事情全部解决后，皮特希望莫拉能给他的父亲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他可不想莫名其妙被杀。可莫拉压根儿没理他这茬，正好借这个机会让他吃点苦头，省得以后还是老样子。一旁的小弟好奇地听着两人的八卦。 I would never do that to you. Do you mind? 莫拉这次非常决绝，就算皮特说破了大天，他也拒绝帮忙。这下皮特彻底没有办法了，只能另想他招。不过在离开之前，他取下了脖子上的丝巾扔给了奥兰托。 You need to stop the bleeding, and I'm sorry about your daughter's quinceañera. You're welcome. 来到街上的皮特上了辆车，正准备去找人帮忙时，车上又突然上来了几个人，看他们的架势显然来者不善。头目名叫德拉克，又是皮特的老相识。这人之前也和皮特有些过节，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完全不值得一讲。皮特很好奇，老板到底出了多少钱，竟使得他们前赴后继的来抓自己。 500K. That's it? 在得知只有区区50万后，皮特瞬间上了火。自己好歹也是名金牌杀手，在整个杀手联盟都能排得上号的人物，竟然就值50万。但现在说这些似乎并没有啥用，得想办法脱身才是王道。看了看坐在身边的两名小弟，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把电击枪，又看了看副驾驶的安全带，马上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So unnecessary, Pete. Damn it, Tifa! Stop! 一番毫无道理又骚气十足的操作后，车上的人全都晕了过去。皮特将他们推下了车，自己驾着汽车潇洒离开。他来到和自己关系最铁的兄弟家，本想找他帮忙，
可两人刚一碰头，米勒就举枪瞄准了他。这人是和皮特齐名的杀手，皮特还是他女儿的教父，但如今的米勒不想听他胡扯，那皮特就只能夺过他的枪，让他冷静冷静。米勒质问皮特来这里有没有考虑过会给他和家人带来麻烦，皮特正要回答，枪却又被米勒夺了回去。兄弟俩都很了解对方，知道就算被对方用枪指着也不会有危险。皮特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自己怎么就变成了叛徒了呢？米勒让他别狡辩，赶紧想想该怎么跟阿卡多解释吧。但这会儿皮特却又不在意了，他觉得阿卡多只是想将他抓回去，完全没有要杀他的意思。米勒见他这么欠揍，上去就想给他点教训。兄弟俩就这样打了起来，那架势仿佛要把多年的兄弟情谊都通过拳脚发泄干净。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导演的脑回路清奇，总之这样的剧情设定让人有些一言难尽。兄弟俩你来我往的打得不可开交，劝都劝不住的那种。就在两人激战正酣时，旁边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们同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电话是米勒的妻子打来的，听到米勒气喘吁吁，妻子以为他在和别的女人打扑克。米勒赶紧解释，眼见越描越黑，无奈只能让皮特出声帮自己证明。本以为这样可以缓和两人的关系，结果刚挂完电话，米勒又扑了上来，皮特只能被迫应战，兄弟俩又扭打在了一起。过程中米勒将心中的不快全部说了出来。多次经历生死之后，米勒就一直将皮特当亲弟弟对待，家里人也都很喜欢皮特，可皮特却只在乎自己的工作，总是放自己鸽子不说，就连答应参加女儿的科学展览会也不能及时到达。孩子们一直盯着门，多希望下一秒皮特叔叔能出现。听了米勒的讲述，皮特有些羞愧，不知道该怎么去弥补这一切。 Hey, Pete, you know why no one makes you meatloaf? Because you never fail to let down the people you love. Give you 24 hours, then I'm calling for you myself. Friend or not, I'm not going down for you. I got a family to protect. That's something you'll never know anything about. 离开米勒的家，皮特转身来到了莫拉的住处。莫拉赶紧将他拽进了屋子，只要皮特出现，指定没好事儿。他可不想自己的家被人砸了。他清楚皮特来这里肯定是在米勒那里碰了一鼻子灰，皮特还想掩饰，却被莫拉怼了回去。他让皮特想想周围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热爱的事业和朋友，唯独皮特将所有的心思全放在了工作上，立志要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杀手。但当有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战绩又能被人传颂几天，甚至连他的名字也很快会被人忘掉。可皮特似乎并不理解莫拉所说，正要起身解释，一根吹针便射进了他的脖子里。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皮特晕了过去。睡梦里，他在戒断工作狂互助会中，正要向大家诉说自己的苦难，突然身边的人全都举枪对准了他。皮特慌慌张张中从梦中惊醒，看到这一幕的莫拉不禁笑出了声。没想到杀人都没眨过眼的皮特，竟然还有如此一面。皮特没有解释，掀开毯子看了一眼，然后将莫名其妙掉了的裤子提了起来。见莫拉走了过来，皮特坏坏地询问他在自己昏迷的时候，莫拉对他做了什么。莫拉正害羞的不知道怎么回答，门却被一群人强行撞了开来。这人嚣张的表情，就连我都想上去揍他一顿。显然又是阿卡多派来的。得知对方来意和之前的几拨人一样，莫拉竟转身走向了一旁。皮特一头雾水，以为莫拉会帮他。看着对方拿出了手铐，皮特正准备动手。What the fuck? 剩下的几人一看这情况，立刻朝两人扑了上来。莫拉的脾气很有意思，别人不招惹他的时候，他可以是一只乖巧的小猫，但人家连他的门都砸了，再不有所表示，会不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好欺负？于是这些人就遭殃了。一个顶级杀手，一个从小在黑帮帝国长大，没有两把刷子根本活不到现在，几乎没费多大功夫，这些人便纷纷倒地，失去了战斗力。经过这件事后，皮特意识到莫拉还深爱着自己，而他对莫拉的爱也从未停止。他太想和莫拉组建一个家庭了，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停下来。杀人和打架对他来说太有吸引力了，这话让莫拉觉得
他并没有真正决心改变自己，即便真的有了改变的决心，他知道第一步该怎么走吗？ So, Laura, how do I make it right? Step one. 听到这话的莫拉掏出了手机，改变的第一步，先打电话给自己的父亲，只要把一切都说清楚，将误会解除掉，他们才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而这时的阿卡多看着身边的3名手下，一脸的恨铁不成钢。他们也算久经沙场的老油条，怎么连一个皮特都对付不了？正要彻底爆发时，却收到了女儿打来的电话。莫拉告诉父亲，皮特就在自己身边，想要和他聊聊。阿卡多却让女儿将那该死的叛徒带上来，有什么事当面和他说。老黑又不傻，知道去了想要再脱身可就不容易了。但他也清楚阿卡多对自己有恩，当年自己只是个流浪汉，连一个冬天都挺不过去的那种，是阿卡多将他收养，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阿卡多甚至都准备将女儿和产业交给皮特，结果没想到皮特竟出卖了自己。 And I would never betray that trust, sir. I don't know who put it on the street, but it's a lie. I love this family. I love your daughter. I would never do anything to hurt either of you. 话锋一转，皮特觉得自己也挺受伤的。阿卡多问他是什么意思，皮特解释说自己为组织工作了这么多年，临了却只值50万，他有点无法接受，估价实在太低了。莫拉提醒他不该说这样的话，但还是晚了一步，因为通过电话，他们已经听到了阿卡多的咆哮。他警告皮特别挑衅自己，自己有100种弄死他的办法。 No, sir, I don't. But I swear to you, I am not a rat. Then prove it. We have till sunrise. And then I raise the price and the stakes. Every hour you Fail. If you think you could bring me down. You are fucking mistaken. 说完直接挂掉了电话。皮特彻底懵了，本来想说清楚自己不是叛徒，结果却让情况变得更糟。时间这么紧，他该如何证明自己不是告密者？莫拉随口说了一句，只要干掉敌对帮派老大也能证明清白。皮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敌对帮派老大安吉尔一直是阿卡多的眼中钉，只要干掉他，阿卡多甚至可以让之前的事儿没发生过，但失败了就会引发战争。皮特已经决定了，今晚他就准备对安吉尔下手。莫拉见劝阻不了，只好妥协加入。他打开了自己的暗室，里面的武器装备应有尽有。皮特看到后甚至有些震惊，人家孩子过生日，父亲送的是小玩具，但莫拉不一样，他过生日，父亲送的是枪炮。这不，一不小心就收藏了一柜子。准备好后，两人即刻出发。莫拉藏在面包车里为皮特提供火力支援，皮特则轻松干掉楼顶的守卫后，顺利进入了大楼内部。安吉尔的手下全都在玩游戏，皮特出现在他们身后，这些人都没有察觉。皮特在货架旁摸起了一根木桨，上去就给这群摸鱼的小弟上了一课。完全没费吹灰之力，但皮特不知道，此时正帮他盯梢的莫拉却遇到了麻烦。一个小辫子举着枪，悄悄摸进了车里。莫拉虽然察觉到了这人，但他没有敢反抗，因为这人是安吉尔手下的第一打手佩基尼。他选择了束手就擒。与此同时，皮特和安吉尔更多的手下纠缠在一起，对方反应的如此及时快速，显然早就有所察觉。也许他们刚一出现就被对方盯上了，这是专门给他们准备的陷阱。而安吉尔在看到莫拉后依旧淡定，证明猜测没错，他们确实提前有所防备。但安吉尔很好奇莫拉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莫拉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自己躲在车里玩枪，结果就被带到这里了。安吉尔告诉他，自己和他父亲的帮派之所以能和谐相处，是因为双方一直都很克制，而莫拉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平衡。两个帮派可能因此爆发战争，但莫拉表现得满不在乎。他清楚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因为过了今天，安吉尔的帮派就不复存在了。他对皮特有十足的信心，确实如他所言，安吉尔的手下都快被皮特杀光了。这些手下虽然个个骁勇，但也只是比普通人强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和真正的金牌杀手比，那差的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尽管他们人数再多又如何，还是在皮特精湛的枪法加骚气的走位下，纷纷落地成盒。巨大的动静引起了安吉尔的注意，他示意佩基尼去看看，最好尽快将皮特收拾掉。不过能成为安吉尔手下最厉害的打手，确实有两把刷子，一出场就让皮特中了一枪。皮特为给自己争得喘息之机，迅速扔出了一枚震爆弹，恰巧安吉尔也打算给莫拉点颜色瞧瞧。爆炸响起时，反而给了莫拉机会。
趁着佩吉尼眼花，皮特扑了上去，一套小连招打掉了他的武器。不过佩吉尼的反应也确实神速，很快就适应了战斗节奏，打得皮特有些招架不住。皮特被重重摔在地上的同时，莫拉也被安吉尔扔了出去。看来安吉尔也是藏了一手，原本以为他不是莫拉的对手，如今展示出来的实力确实让人意外。但话又说回来了，能在豺狼虎豹横行的地下世界做到老大的位置，绝对有不可低估的过人之处。而皮特这边也是相当的艰难，一直听说安吉尔身边有一个狠角色，却没想到竟狠到了这种地步。皮特何许人也，一样占不到任何便宜，看看他应付的多么吃力，也就能想到这人的实力有多强了。费了一大番功夫之后，终于给佩吉尼解决了。皮特也累得够呛，来不及喘口气，立即赶过去准备给莫拉帮忙。没想到这时佩吉尼又冲了出来，看来刚刚下手不够狠，佩吉尼没死彻底。按理来说皮特久经沙场，不应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但谁能想到都那样了，佩吉尼还没死，这下有他的苦头吃了。皮特再次赶过去时，莫拉已经奄奄一息。皮特上去抡足膀子就是一拳，莫拉从地上捡起一袋面粉，硬生生塞进了安吉尔的口中。安吉尔虽然卖这玩意儿，但他自己从来不沾，很快便毒发倒地，口吐白沫，没一会儿就彻底没了动静。两人终于松了口气。为了证明他们确实干掉了安吉尔，皮特看向了一旁的相机，于是就有了两人花式和安吉尔合影的一幕。经过这件事后，两人对彼此的要求都变了。莫拉不再要求皮特为自己改变，他觉得皮特现在是最棒的时候，不应该为自己放弃追求。但皮特却有不同的想法，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后，他觉得再伟大的追求也不及留在莫拉身边。他想试试那种他没想过的生活。 No, more. I'm serious. Not for you or anyone else, but for me. I want my life to matter. I don't want to be just some stat on a mob sheet. 正在煽情之时，一辆车子停在了他们面前，车上下来的人正是阿卡多。皮特赶紧说自己干掉了安吉尔，以此来证明他不是泄密者。但阿卡多听后却露出了笑容，他一开始就知道这是谣言。皮特好奇，那他为什么还要追杀自己？ We're always going to have people that doubt you if you don't prove you're clean. It would make the organization look weak if we didn't make you answer for it. And weakness is The kiss of death. But why didn't you just tell me? because you and everyone else, including my little munchkin here, had to believe it was real. It was the only way to end it. 因为阿卡多很了解皮特，知道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一定会去找安吉尔。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莫拉，他猜测莫拉肯定会让皮特用杀死安吉尔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知女莫如父，不得不说，阿卡多对女儿的了解很透彻。现在好了，安吉尔一死，他们就能统一纽约的地下世界。如今他的帮派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以后将组织交给皮特，没有人会有意见。同时，阿卡多也在测试皮特对女儿的心。他觉得男人最大的成功并非是在事业上的成功，一个完美且幸福的家庭才是这个男人真正的底蕴。他提醒皮特应该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女儿身上，因为他就是前车之鉴。年轻时他几乎将所有精力放在了工作上，等他想回头时，妻子没了，儿子也没了。他不想皮特也这样，他希望两人能一直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生活下去，这才是生活。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后，皮特也学到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道理。阿卡多很开心他有这样的领悟，他终于可以放心的将女儿交给皮特了。前面的打打杀杀只是铺垫，这一刻才是整个故事的核心。我们要理解，工作固然重要，它能为我们提供生活的保障，可生活不只有工作，还有妻儿父母。不要抛弃生活的本质而谈成功，那样是没有意义的。
此句节